问你一个问题，银河系边缘的星星为什么没有被甩出去？银河系拥有数千亿颗恒星，它们的引力拉扯着整个星系，让每颗星星都乖乖待在各自的位置上，就像太阳用引力拴住8大行星，让它们不会飞向星际空间一样。银河系中心的质量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约束着那些远在边缘的恒星。然而，当科学家仔细测量银河系边缘恒星的运动速度时，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浮现出来：这些星星跑得太快了。按照牛顿的引力理论，距离银河系中心越远的恒星应该运动得越慢，就像太阳系里距离太阳越远的行星，绕太阳公转的速度就越慢。水星飞奔着每秒狂奔约47公里，而海王星则悠闲地缓缓漂移，每秒只有约5公里。但银河系边缘的恒星完全不遵守这个规则，它们以和内侧恒星几乎一样的速度狂奔，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着它们，不让它们逃逸。这个异常的发现就像宇宙在对我们低声耳语，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天文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星系旋转曲线异常，而这个异常最终指向了一个令整个物理学界困扰了近100年的概念——暗物质。暗物质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临时的标签。科学家在观测中发现了异常，意识到宇宙中存在我们看不见的质量，于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没有人想到，这个最初用来填补观测空白的名词会成为一个如此沉重的谜题。它不仅是天文学的问题，更是物理学的根基之问。让我们想象一下暗物质的样子。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暗物质，你会发现银河系被一层巨大的透明的茧所包裹，这个茧的质量是可见物质的10倍甚至更多。它像一副看不见的骨骼，支撑着整个星系的结构。所有的恒星、星云、气体、尘埃都在这个暗物质的骨架上运转。这就是暗物质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宇宙中的幽灵。它存在，我们却看不见；它参与引力交互，我们却无法直接观测它；它无处不在，却又如此神秘，以至于我们至今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接下来的旅程，我们将沿着科学家的脚步，一步步接近这个宇宙最大的谜团。我们会从那些微小的引力异常出发，沿着历史的长河，逐一揭开暗物质的面纱。同时，我们也会保留它最后的秘密，那些至今仍未被解答的终极问题。在宇宙的黑暗中，有一个幽灵在沉睡，它不发光，不吸收光，也不反射任何辐射，它只是安静地存在着，用引力书写着自己的存在感。而我们正试图读懂它的故事。100年迷雾，从兹威基的失踪质量到现代宇宙学困局。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0年代，那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深夜，一位古怪的天文学家正在注视着后发作星系团的光谱数据。他的名字叫弗里茨·兹威基，一个脾气暴躁、言语尖刻的瑞士移民。他常常把同事称为笨蛋，对学术争论充满热情，却对日常社交毫无兴趣。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在那个夜晚触碰到了宇宙最深的秘密之一。
自卫机正在研究后发作星系团，一个由数百个星系组成的巨大星系集团，距离地球约3亿光年。他测量了这些星系的运动速度，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些星系移动得太快了。按照当时的物理学理解，星系团中的星系应该被它们之间的引力束缚在一起，但要让这么多星系团结在一起，需要的总质量是可见物质的数百倍。换句话说，星系团中失踪了大量物质。失踪这个词在天文学中从来不是一个轻率的用词。自卫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设：在后发作星系团中存在大量失踪的质量，它们可能是发光的恒星、气体和尘埃，也可能是完全未知的物质形式。这是暗物质概念最早的系统性表述。然而，自卫机的发现并没有立刻引起轰动，科学界对他的假设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性格太过尖锐，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观测技术还不够精确，无法确凿地证实他的结论。就这样，这个概念沉寂了将近40年。时间来到1970年代，一位名叫威拉·鲁宾的天文学家开始系统研究星系旋转曲线。鲁宾是美国第一位在帕洛马天文台工作的女天文学家，她克服了重重性别歧视，在男性主导的天文学领域站稳了脚跟。鲁宾和他的合作者肯特·福特对临近银河系的漩涡星系进行了精确的光谱测量。他们测量了星系不同半径处恒星的运动速度，绘制出了一条完整的旋转曲线。结果令所有人震惊。按照牛顿力学的预言，星系外围的恒星应该跑得更慢，但实际观测显示，这些恒星几乎以恒定的速度运动，仿佛它们被某种看不见的质量均匀地包裹着。鲁宾的工作彻底点燃了暗物质研究领域，他的观测数据清晰、精确，难以反驳。从那一刻起，暗物质从一个模糊的假设变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但故事还有更深的层次。暗物质不仅是天文学的观测问题，它触及了物理学的根基。我们对物质本身的定义是否足够完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熟悉的物质形态包括固体、液体、气体，它们由原子组成，原子又由质子、中子、电子构成。这些普通物质发光、吸收光、反射光，我们通过各种电磁波段的观测就能看见它们。然而，暗物质完全不是这样，它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发射光子，也不吸收光子。这意味着我们用来感知世界的所有眼睛、光学望远镜、射电天线、红外探测器，对暗物质都是盲的。我们只能通过它对可见物质的引力影响，间接推断它的存在。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悖论。我们如何证明一个完全不可见的东西存在？答案是，通过它的行为，通过星系旋转的速度，通过引力透镜的弯曲角度，通过宇宙微波背景的温度涨落。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一定在那里。近100年过去了，暗物质之谜仍未解开，但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线索，足以让我们相信，这个宇宙的真正居民远比我们肉眼所见的多得多。我们是站在一个巨大的冰山之上，
冰山的绝大部分都藏在水面之下。这就是科学的迷人之处。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让我们意识到未知领域的边界在扩展，而不是缩小。星光不会撒谎，星系旋转曲线的铁证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具体的宇宙岛屿上。星系，这个由数十亿颗恒星通过引力束缚在一起的巨大系统，是宇宙中基本的结构单元之一。我们的银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棒旋星系，拥有约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直径达到10万光年。在这样的系统中，恒星是如何排列的？牛顿引力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清晰的图景：星系中心质量最大，引力最强，远离中心的区域，引力效应逐渐减弱。根据这个理论，远离星系中心的恒星应该像外围行星一样运动得更慢，它们受到的中心引力减弱了，所以不需要那么高的轨道速度就能保持轨道。这个预言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描述：对于太阳系，水星的轨道速度约每秒47公里，海王星只有约每秒5公里。这种越远越慢的模式是我们太阳系的标志。然而，当威拉鲁宾和他的团队仔细测量漩涡星系的旋转曲线时，这个完美的预言遭遇了残酷的现实。他们测量了星系内部和外部区域的恒星轨道速度，在星系中心附近，恒星确实遵循牛顿力学的预言，运动速度随半径增加而增加，这部分是正常的。但当他们把测量扩展到星系外围时，预言的下降曲线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平坦的曲线。外围恒星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减速，而是保持着与内部恒星几乎相同的速度狂奔。这种现象不是某个星系的特例，而是在所有被测量的漩涡星系中普遍存在。这个异常的发现让天文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如果牛顿引力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星系中必定存在大量不可见的质量暗物质。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均匀地分布在星系的外围区域，产生足够的引力来维持外围恒星的快速运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现象，让我们做一个比喻。想象一个溜冰场，中央站着一群溜冰者，他们手拉手形成一个人形的发光区域。现在，如果溜冰场中央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透明的质量团，它虽然看不见，却能用引力拉扯着外围的溜冰者，那么外围的溜冰者就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不被这个看不见的质量磁铁拉进去。这就是星系旋转曲线告诉我们的图景。银河系被一层巨大的暗物质晕所包裹，这个晕的质量是可见物质的10倍甚至更多。从最初的质疑到广泛的确认，星系旋转曲线成为暗物质存在的第一支柱证据。这个结论不是来自某个单一的观测，而是来自全球天文学家数十年的观测积累。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我们相信看不见的东西存在？这个问题触及科学认知的核心。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观测和理论的相互验证之上。当观测结果与理论预言不符时，我们有2个选择：要么修改理论，要么引入新的假设来解释观测。
暗物质属于后者。星系旋转曲线的异常告诉我们，宇宙的行为有些不协调。为了解释这种不协调，我们需要假设有什么东西存在，即使我们看不见它。这并不是科学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处境。历史上，我们假设了海王星的存在，来解释天王星轨道的异常。我们假设了无线电波的存在，后来它被实际探测到。我们假设了反物质的存在，后来它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每一次，当我们假设一个不可见的存在时，都冒着犯错的风险。但正是这种假设推动了科学前进。现在，星系旋转曲线已经成为了天文学中最稳固的结论之一。它的证据如此广泛，如此一致，以至于即使我们不知道暗物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它就在那里，在每一个星系的外围，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无声无息地维系着宇宙的结构。爱因斯坦的透镜，引力透镜中的宇宙暗影，让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暗物质。也许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那些看不见的质量，真的必须被看见，才能确认它们存在吗？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这个理论用一个优美的数学框架重塑了我们对引力的理解。在爱因斯坦的宇宙观中，引力不是一种神秘的超距作用，而是有更深刻的含义。质量会弯曲周围的时空。我们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张绷紧的橡皮膜，任何有质量的物体放在这张膜上，都会使膜发生凹陷，质量越大，凹陷越深。而其他物体在这个弯曲的时空中运动时，它们的轨迹自然就弯曲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引力。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图景应用到宇宙中。当遥远星光穿过星系团时，会被图中巨大的质量弯曲。不是光线本身被弯曲了，而是它所在的时空被弯曲了，使得光线沿着弯曲的路径传播。这种效应被称为引力透镜，因为它类似于光通过透镜时被弯曲的原理。引力透镜会产生一些奇妙的现象。如果一个明亮的星系恰好位于地球和一个更遥远的星系之间，后者发出的光会被前者弯曲，在我们的视野中形成扭曲的弧线、多重像，甚至完美的圆环，后者被称为爱因斯坦环。这些奇妙的现象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奇观，它们是宇宙为我们提供的称量工具。通过测量光线的弯曲程度，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中间那个透镜星系团的质量，弯曲的越多，质量越大。这就像医生用 X 光透视人体，我们可以透视宇宙中看不见的质量。然而，当科学家真正进行这种测量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观测到的光线弯曲程度远比可见物质所能解释的要强。为了解释这种额外的弯曲，需要的质量至少是可见物质的5到10倍。换句话说，星系团中隐藏着大量的暗物质，它们虽然不可见，却用自己的质量弯曲着周围的时空，让光线按照它们设定的轨迹传播。引力透镜的证据与星系旋转曲线的证据相互独立，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暗物质必须存在，而且必须大量存在。但引力透镜还有更精妙的用途，
除了产生明显扭曲的强透镜效应外，引力透镜还会在更微小的尺度上产生影响。当我们观测数十万个遥远的星系时，它们的光线都会受到沿途暗物质的轻微影响，导致星系的形状发生微弱的各项异性的变化。这种效应被称为弱透镜。单独一个星系的形变太小，无法测量，但当科学家统计数十万个星系的方向信息时，一个惊人的模式浮现出来。这些星系的形变方向并不是随机的，它们受到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引导。通过这种统计分析，天文学家第一次看见了暗物质分布的全貌。他们绘制出了宇宙中暗物质分布的地图，那些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的质量，在地图上显现为密集的节点和连接它们的丝状结构。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通过追踪光线的轨迹，我们发现了那些不发光的存在。在宇宙的黑暗中，暗物质的轮廓正在一点点变得清晰。引力透镜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应该局限于直接的感官输入。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它留下的每一条线索都可以帮助我们逼近真相。宇宙的第一张照片，微波背景辐射中的暗物质印记，让我们穿越回138亿年前，那是宇宙诞生的时刻。大爆炸发生了，时空从那一刻开始膨胀，物质和能量从那一刻开始演化。在大爆炸后约38万年，宇宙的温度降低到足够低的程度，质子和电子结合成氢原子，光子终于可以自由传播，不再被电离物质散射。这是宇宙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从那一刻起，宇宙变得透明。那些最初的光子在大爆炸的火海中诞生，经过138亿年的漫长旅程，终于到达了今天我们地球上的望远镜。这些光子，我们今天称之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简称 CMB。 当你用收音机调到一个没有电台的频道时，你会听到沙沙的静电声。这些静电中约有1%是来自宇宙的古老光芒 CMB。 这是宇宙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最古老的照片。CMB 的温度约为绝对温标 2.725 度，接近绝对0度。这个温度非常均匀，仿佛整个宇宙都处于热平衡状态。但是如果仔细测量，我们会发现温度存在微小的涨落，某些方向稍热一点，某些方向稍冷一点。这些微小的涨落是理解宇宙的关键。在宇宙的幼年时期，物质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存在微小的密度涨落，某些区域稍密一点，某些区域稍稀一点。在引力的作用下，较密的区域开始吸引周围的物质，变得更密；较稀的区域则物质流失，变得更心细。这就是宇宙结构形成的种子。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普通物质和辐射会相互作用，它们倾向于均匀分布，不容易形成结构；而暗物质不与辐射相互作用，它可以自由地聚集，形成更密的结构。换句话说，在宇宙的早期，暗物质首先通过引力坍缩，形成引力井，普通物质随后落入这些引力井中，开始点燃恒星，形成星系。如果宇宙中没有暗物质，
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系和星系团可能根本不会存在。普通物质的密度涨落在引力的作用下增长得太慢，在宇宙历史的时间尺度内无法形成复杂的结构。CMB 的温度涨落就是这段历史的记录。当科学家分析 CMB 的温度涨落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精确的模式。温度涨落的功率谱，即不同尺度上涨落的强度，包含着宇宙组成的全部信息。通过比较观测到的功率谱和理论预言的功率谱，科学家可以测量宇宙中各种组分的比例。普朗克卫星的精密测量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宇宙的能量组成如下，普通物质只占宇宙总能量的约 5%。 这些物质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地球、太阳，以及所有我们能用望远镜看到的恒星和星系。暗物质占宇宙总能量的约 27%。 这个数字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是当代宇宙学的最高成就之一。暗能量占宇宙总能量的约 68%。 这个更加神秘的能量形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我们对暗物质的了解比我们对普通物质的了解还要精确。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矛盾，毕竟普通物质构成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用各种仪器直接观测和研究它们。但宇宙学家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能够将 CMB 的测量精确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而将暗物质的比例确定到一个很高的精度。而对于普通物质，虽然我们知道它是什么粒子构成，但我们对它在宇宙中的总量和分布的了解，反而不如对暗物质的了解精确。这是一个关于科学认识论的深刻悖论。我们往往更容易了解那些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的东西，因为它们必须遵循精确的数学规律。当我们凝视 CMB 的图像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宇宙的婴儿照，我们看到的是暗物质在宇宙最早期就投下的影子。那个时代距离大爆炸只有38万年，却已经预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整个宇宙结构。看不见的脚手架，宇宙大尺度结构中的暗物质导演，让我们把目光从单个星系移开，投向更宏大的尺度，从地球到星系，从星系到星系团，从星系团到超星系团。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可观测宇宙，一幅令人敬畏的图景浮现出来。星系并不是均匀地散布在宇宙中，它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结构，由细长的丝状结构连接着密集的节点组成。这个网络被称为宇宙网，或者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想象一下夜晚从飞机上俯瞰城市的灯光，那些明亮的节点是城市中心，连接它们的是一条条道路和灯火。宇宙中的大尺度结构就类似于这种图案，明亮的节点是星系团和超星系团，连接它们的是由星系组成的细丝。这个结构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天文学家开始系统性地绘制宇宙中星系的三维分布图。通过测量星系的光谱，科学家可以确定它们的红移，从而估算它们与地球的距离。这样，他们能够构建宇宙的三维地图。1978年，
玛格丽特·盖勒和他的团队在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分析。他们把22000个星系的位置投影到一张图上，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模式：星系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形成了纤维状结构，似乎在连接着密集的节点。这是宇宙大尺度结构的首次清晰呈现。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这个结构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再次指向暗物质。在宇宙的早期，暗物质和普通物质混合在一起，但由于暗物质不与辐射相互作用，它首先开始聚集。在引力作用下，暗物质粒子聚集，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结构。当普通物质落入这些暗物质形成的引力井时，它被束缚在暗物质的骨架上，开始形成恒星和星系。换句话说，暗物质是宇宙结构的导演，它首先写好了剧本，普通物质随后按照剧本演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想象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城市，建筑工人首先架设钢筋骨架，然后才浇筑混凝土，安装窗户，铺设管线。没有骨架，建筑物就无法成型。宇宙的结构形成与此类似，暗物质首先形成看不见的骨架、引力井，普通物质随后沿着这些骨架聚集，形成可见的恒星和星系。没有暗物质提供的骨架，我们今天所见的宇宙结构就不会存在。斯隆数字巡天是一项划时代的观测项目。2000年启动的这个项目旨在绘制宇宙中最详细的星系地图。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绘制了数百万个星系的位置和红移数据，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宇宙三维地图。这个地图清晰地显示了宇宙网的结构。那些细长的丝状结构由数千个星系组成，绵延数亿光年。丝状结构的交汇处是密集的节点，那里聚集着数千个星系、超星系团。而在这张地图的每一个角落，暗物质的引力效应都在无声地引导着物质的分布。暗物质在宇宙学中的角色，从补充假设演变为核心架构师。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解释宇宙的结构如何形成。没有它，星系和星系团的分布就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事件。这是一个令人谦卑的认知。我们所见的宇宙可见结构只是暗物质冰山的一角，在那些明亮的星系和星系团的背后，是暗物质编织的看不见的网，它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结构，让物质在138亿年的时间里演化出今天的面貌。寻找宇宙的黑暗伙伴，暗物质候选者大检阅。如果暗物质确实存在，它到底是什么做的？这是一个困扰了物理学家近半个世纪的问题。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候选者，每一个都对应着不同的物理世界图景。让我们逐一认识这些黑暗候选人。首先是 WIMP 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这是暗物质研究领域最受欢迎的候选者。它的名字几乎成了暗物质的代名词。WIMP 的流行并非偶然，在粒子物理学的一个优雅理论——超对称理论中，每一个已知粒子都有一个超对称伙伴，其中最轻的超对称伙伴是稳定的，不带电荷，不参与强相互作用，
只通过弱力与其他物质发生微弱的相互作用，这正是暗物质粒子应该具有的性质。更重要的是， WIMP 的质量范围恰好落在实验可探测的窗口。通过弱力与普通物质相互作用的 WIMP 偶尔会撞上原子核，留下可探测的信号。这种碰撞极其罕见，但在地下探测器的帮助下，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捕捉这些幽灵般的信号。然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经过数十年的搜寻，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 WIMP 存在的直接证据。大型地下探测器的灵敏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它们可以探测到一滴水中的单个原子级别的信号，但依然没有观测到 WIMP 的踪迹。这是否意味着 WIMP 不存在，还是说它们的性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第二种候选者是轴子。与大质量的 WIMP 不同，轴子是一种超轻的粒子，质量只有电子的千亿分之一到万亿分之一。轴子的提出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70年代，物理学家为了解决强相互作用中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轴子这个假想粒子。当时没人想到，这个为了解决理论难题而提出的粒子可能会成为宇宙的主要成分。与 WIMP 不同，轴子不会形成离散的质量块，而是以量子波动的形式存在。由于质量极轻，轴子在宇宙中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海洋，充满了整个星系。科幻一点地想象，每一个星系都浸泡在这种无形的轴子海洋中，就像鱼儿生活在水中一样。轴子最近备受关注。2019年，美国的 ADMX 实验宣布，他们可能已经探测到了轴子存在的迹象。虽然这个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但它给暗物质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希望。除了 WIMP 和轴子，还有其他一些更奇特的候选者。惰性中微子是一种假想的中微子变种，它的质量比普通中微子更大，也不参与弱相互作用以外的其他相互作用。如果惰性中微子存在，它们可能是在宇宙早期形成的，并且通过某种未知的机制衰变，产生了我们今天观测到的 X 射线异常。原始黑洞是另一个有趣的可能性。这些黑洞不是由恒星坍缩形成的，而是由宇宙早期极端高密度区域直接坍缩而成。如果原始黑洞存在，它们可能从宇宙诞生之初就存在，遍布整个宇宙。更奇特的假设还包括模糊暗物质，一种超轻的玻色子形式。它们的德布罗意波长可以达到星系尺度，形成独特的干涉效应。每一个候选者都对应着不同的物理世界图景，每一个候选者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为我们对暗物质本质的无知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这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所有这些候选者都没有被确凿的捕获，但这不是失败，而是科学的正常进程。面对宇宙最深层的谜题，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允许宇宙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秘密。暗物质可能比任何人的想象都更出人意料，它可能不是单一类型的粒子，而是多种不同性质的暗物质的混合物。它可能有着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全新形式，远超出目前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范畴。这正是科学探索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答案，而正是这种未知，让每一次发现都充满了惊喜。追猎暗物质、地下、太空与加速器中的全球竞赛，科学家如何寻找看不见的东西？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物理学家已经发展出一套精妙的策略，让暗物质撞一下或消失一下。在全球各地，科学家们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捉迷藏游戏。首先，让我们深入地下。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地下，埋藏着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的暗物质探测器之一 Lux Zeppelin， 简称 LZ。 这个探测器位于地下约 1.5 公里的废弃金矿中，被数千吨岩石包裹。为什么要埋在地下？因为宇宙中充满了高能粒子宇宙线，这些粒子不断轰击地球的大气层，产生次级粒子流。如果暗物质探测器暴露在地表，这些宇宙线粒子的信号会淹没暗物质粒子的微弱信号。LZ 探测器使用了10吨液态铅作为探测介质，当暗物质粒子偶尔撞上氙原子核时，会产生微弱的闪光和电信号。这种碰撞极其罕见，在一个大型探测器中，每秒可能只有不到1个这样的事件发生，甚至可能1年都没有1个。为了确保探测到真正的暗物质信号，科学家必须排除所有其他可能的背景信号。探测器的设计必须极其精密，能够过滤掉环境中的放射性、地下岩石中的微量杂质，甚至设备本身的微弱辐射。中国的 PANDAS 实验也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位于四川锦屏山地下2400米的这个实验室，利用4吨液态铅进行暗物质探测。地下2400米深处的岩层屏蔽，使得这里的宇宙线通量比地表低了1亿倍。这些地下探测器的灵敏度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如果把一滴水中的所有原子比作探测器的目标，那么这些探测器可以探测到其中单个原子的变化。其次，让我们看向太空。在地球轨道上，国际空间站安装了一台精密的粒子探测器阿尔法磁谱仪，简称 AMS-02。 这台仪器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领导建造，于2011年被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AMS-02 的任务是探测宇宙射线中的异常。暗物质粒子如果碰撞湮灭，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正电子、反质子或其他反物质粒子。AMS-02 精确测量这些粒子的能谱，寻找暗物质存在的信号。到目前为止， AMS-02 已经观测到了超出普通宇宙射线模型的正电子过剩。这个过剩可能来自脉冲星，一种快速旋转的中子星，但也有可能暗示着暗物质的存在。此外，费米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也在寻找暗物质。这台望远镜观测伽马射线最高能量的光，如果暗物质粒子碰撞并湮灭，它们可能会产生伽马射线信号。通过仔细搜索银河系中心和其他暗物质密集区域的伽马射线，天文学家希望捕捉到暗物质的指纹。第三，让我们来到加速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正在进行一项独特的探索。LHC 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
它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让它们碰撞。在这些高能碰撞的碎片中，可能会产生暗物质粒子。如果暗物质粒子产生，它们会携带着能量消失，因为它们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会被探测器直接记录。科学家通过寻找碰撞中失踪的能量，那些本应守恒却没有被观测到的能量，来推断暗物质粒子的存在。这就像在一场混乱的派对中，你注意到有人从侧门悄悄离开了，但你不知道是谁。全球竞赛仍在继续，每一次实验，每一次观测，都在缩小暗物质的可能范围。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发现，但这不是失败。每一次未发现，都在告诉我们，暗物质可能不是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科学探索需要耐心，暗物质之谜的答案也许就在下一个实验、下一台探测器、下一次碰撞中。另一种声音 ，Mond 与引力的边界。也许问题不在于看不见的物质，而在于我们的引力理论本身。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值得认真对待。1983年，一位名叫莫尔德·米尔格罗姆的以色列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我们假设引力在极弱的加速度下会改变行为，不再遵循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公式，那么星系旋转曲线的异常就可以被解释，而不需要暗物质。这个理论被称为 Mond， 是修正牛顿动力学的缩写。Mond 的核心思想是，引力在普通尺度上遵循牛顿定律，但在极弱的加速度下，引力会变得更强，而不是按照牛顿定律预测的那样衰减。这意味着，远离星系中心的恒星仍然会受到足够强的引力拉扯，从而保持较高的轨道速度。这个理论听起来疯狂，但它确实能够解释星系旋转曲线的观测，而且它不需要引入任何不可见的质量。然而 Mond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解释。在标准 LCDM 宇宙学模型中， CMB 的温度涨落可以通过暗物质的存在来精确解释，但 Mond 对 CMB 的预言与观测不符，至少在原始形式上是这样。其次是对星系团的解释，虽然 Mond 可以很好地解释单个星系的旋转曲线，但面对星系团时，他遇到了困难。星系团中的引力效应比 Mond 预言的更强，这意味着，要么 Mond 需要进一步修正，要么确实存在不可见的质量。此外， Mond 无法自然地解释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成。在 LCDM 模型中，暗物质在引力作用下率先聚集，形成结构形成的种子，但 Mond 没有这样的机制。这些挑战表明， Mond 虽然是一个有趣的理论，但在解释宇宙的完整观测数据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为什么主流科学界仍然倾向于暗物质假说？这不是因为固执，而是因为暗物质能够统一解释从星系旋转曲线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几乎所有观测。暗物质是一个简洁优雅的假设，它可以同时解释多个不同尺度的现象，而不需要对引力理论进行根本性的修正。Mond 的支持者指出，这个理论在预测方面有时候比暗物质模型更准确。例如，
在预测某些星系的旋转曲线时 ，Mond 可以比标准模型更精确。这提示我们，引力理论可能确实存在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地方。科学进步有时来自理论的竞争，而非一边倒的胜利。Mond 提醒我们，不要把暗物质当作一个不容置疑的教条。每一个理论都应该接受观测的检验，每一个假设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也许最终的答案既不是纯粹的暗物质，也不是简单的引力修正。也许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物理，一种能够统一暗物质和其他现象的深层理论。这种可能性正是科学探索最激动人心的地方。高维空间的低语，暗物质与弦理论的交汇。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暗物质是否可能存在于高维空间？这是一个迷人的假设，它从科幻走向物理，触及了弦理论的前沿领域。弦理论是现代理论物理学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它的基本思想是，宇宙中的基本粒子不是零维的点，而是微小的一维弦。这些弦可以振动，不同的振动模式对应着不同的粒子。这个理论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特性，它要求宇宙拥有比我们感知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更多的维度。具体来说，大多数弦理论模型需要10维或11维的时空，我们的日常经验只感知到4维，3维空间加1维时间，其余的维度被认为是卷曲了，小到无法被日常实验探测，但在极端物理条件下可能发挥作用。一个常用的比喻是，想象一根水管从远处看，它只是一条线，1维的，但当我们靠近看时，我们发现水管表面还有另一个维度，它的周长。水管的横截面是一个圆，这个圆上的维度在远距离观测时被隐藏了。如果高维空间存在，它们可能以类似的方式隐藏着。现在，让我们看看暗物质与高维空间的可能联系。某些弦理论模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暗物质粒子可能是逃逸到额外维度的普通粒子的能量。想象一下，在一个3维空间中，一个粒子正在运动，它突然获得了足够的能量，跳入了一个隐藏的维度。从我们的3维视角看，这个粒子消失了，它不再出现在我们的探测器中，但它携带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这些能量仍然作用在我们感知的3维空间上，产生引力效应。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暗物质就不是一种全新的物质形式，而是普通物质在额外维度中的影子。这个想法虽然有趣，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实验支持。我们目前的技术无法直接探测额外维度，更无法验证暗物质是否与这些维度有关。然而，这个假说打开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它提醒我们，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可能是不完整的。宇宙可能拥有比我们直觉所能把握的更丰富、更复杂的结构。高维空间的假设也与量子引力的研究前沿相关。弦理论是目前最有希望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框架之一。如果暗物质与高维空间有关，那么暗物质之谜的解决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天文学问题，而是整个物理学革命的入口。当然，这一切都是高度推测性的。弦理论本身还没有得到实验验证，
而暗物质与高维空间的联系更是停留在数学模型的层面，但这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我们不知道答案，而正是这种未知，让探索充满了可能性。也许真正的答案比我们任何单一假说都更奇异。暗物质可能是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一种全新的物质形式，一种时空的本征性质，甚至是一种全新的物理定律的体现。而正是这种未知，让科学探索如此激动人心。暗物质与暗能量，宇宙的双重迷雾。暗物质只占宇宙的 27%， 还有 68% 是更神秘的暗能量。让我们把暗物质放在更大的宇宙图景中，探讨这两者的联系与区别。1998年，两个天文团队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个发现完全出乎意料。按照常规的引力理论，宇宙的膨胀应该由于物质之间的引力吸引而逐渐减速。大爆炸之后，宇宙应该在一个引力刹车的作用下减速膨胀。但观测结果表明，宇宙的膨胀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在加速。这意味着宇宙中存在一种排斥力，它正在推动宇宙的加速膨胀。为了解释这种排斥力，科学家引入了暗能量的概念。暗能量的性质与暗物质截然不同。暗物质提供吸引力，通过引力作用聚集物质；暗能量提供排斥力，推动空间的加速膨胀。暗物质参与引力相互作用，暗能量几乎不与其他任何东西交互，除了它自己。最简单也最广为接受的暗能量模型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中，存在一个神秘的常数项。当这个常数取正值时，它会产生排斥效应，正好可以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但宇宙学常数本身就是一个深奥的谜题。量子场论预测，真空中应该存在巨大的能量密度，但观测到的暗能量密度比量子场论的预测小了约10的120次方倍。这是物理学史上最糟糕的预测。这个巨大的差异被称为宇宙学常数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在让我们看看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关系。有些理论猜测，暗物质和暗能量可能不是两个独立的存在，而是同一深层物理的不同表现形式。例如，某些动态暗能量模型认为，暗能量可能随着时间演化与暗物质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了两者之间微妙的联系。但这些猜测目前只是数学上的可能性，尚无实验支持。我们对暗能量的了解比对暗物质的了解更少。实际上，我们甚至不确定暗能量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我们是否需要修正引力理论来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这里有一个令人谦卑的事实：构成我们身体、星球、恒星的所有普通物质只占宇宙总能量的 5%。 如果我们把宇宙的能量比作一块蛋糕，那么 5% 是可见的、熟悉的，构成我们自身的蛋糕屑， 27% 是看不见的暗物质，它像蛋糕中的葡萄干一样隐藏着。剩下的 68% 是更加神秘的暗能量，它甚至不构成物质，而是空间的某种属性。我们都是真正的宇宙少数派。
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中，智慧生命出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宇宙已经经历了足够长的时间，形成星系和恒星，但还没有膨胀到彻底撕裂一切结构。大约几十亿年后，暗能量的排斥效应将主导一切，宇宙的结构将被加速膨胀撕裂。我们恰好生活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有机会思考这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宇宙级别的幸运。当我们凝视深渊，暗物质研究的哲学与认知维度，暗物质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人类如何认识看不见的存在？让我们从一段科学史说起。19世纪的物理学家认为，宇宙中充满了以太，一种假想的介质，用于传播光波，就像声波需要空气来传播一样，光被认为需要以太来传播。无数实验试图探测以太的存在。1887年，迈克尔逊和莫雷进行了一项精密实验，试图测量地球在以太中运动时产生的以太风。他们预期会发现光速在不同方向上的微小差异，但实验结果表明，光速在所有方向上都完全相同。这个结果震动了物理学界。最终，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抛弃了以太假说，指出光可以在真空中传播，不需要任何介质。以太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假设。那么，暗物质会不会是另一个以太？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以太和暗物质有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为解释某些现象而引入的假想存在，都无法被直接观测，都通过它们对其他事物的间接影响来推断，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关键差异。以太是为了解释光的传播而引入的，但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不再需要。暗物质是为解释引力现象而引入的，而这些现象目前没有任何替代理论能够完全解释。星系旋转曲线、引力透镜、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些独立的证据链条都在指向暗物质的存在。更根本的是，我们对以太的否定来自理论的革命性更新，而不是观测的失败。而暗物质的问题在于，如果它是真实存在的，它应该通过某种方式与普通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即使这种相互作用极其微弱。科学家正在积极寻找这种相互作用，而不是简单的假设它不存在。历史上，以太的故事提醒我们，对看不见的东西的假设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但它也提醒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个假设看似违反直觉，就轻易抛弃它。科学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当初看似疯狂的想法，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这里涉及一个更深的科学哲学问题：我们如何通过理论模型和观测证据的相互校准来逼近真实？科学不是直接看到实在的过程，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宇宙的本真状态，我们只能通过仪器、模型和理论来理解它。每一次观测都是理论负载的，每一次测量都需要理论的解读。暗物质的存在推断正是这种认知方式的完美案例。我们从未直接看到暗物质，但我们通过它的引力效应推断它的存在。我们通过多个独立的方法验证这个推断，每一次验证都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这里有一个公众理解科学的张力。当科学家宣称85%的宇宙是不可见的时，公众如何理解这种声明？怀疑是合理的，对任何断言保持批判性思维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但科学也有其自身的纠错机制。通过同行评审、重复实验和独立验证，科学能够在假说和证据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暗物质研究领域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压倒性的程度，几乎所有主要的天文观测都与暗物质假说一致，而不是反驳它。这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基于大量证据的结论。当我们凝视深渊时，我们意识到，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都让我们意识到，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更陌生。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从普通物质到暗物质，每一次认知的飞跃都伴随着谦卑的觉醒。我们以为我们理解了宇宙，但宇宙总能找到比我们想象中更奇妙的方式来证明我们错了。这正是科学探索最深刻的馈赠。它不仅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承认我们的无知。未来之路，下一代探测器的雄心与宇宙学新窗口，暗物质之谜的答案会来自哪里？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展望未来10年的关键实验和技术革新。首先，让我们深入地下。地下探测器的灵敏度正在飞速提升。中国的 CDX 实验利用高纯者探测器寻找轻质量的暗物质粒子，目标是在前所未有的灵敏度水平上搜寻 WIMP。意大利的 Darwin 项目将使用数吨液态铅达到覆盖理论预测全部参数空间的目标。到2020年代末，这些探测器的灵敏度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水平，它们可以探测到每秒钟1000亿次碰撞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几次事件。如果暗物质粒子具有 WIMP 的性质，并且它的质量落在可探测的范围内，我们有望在未来10年内获得确凿的发现。但如果暗物质不是 WIMP 呢？这就需要更多样化的探测策略。一些实验正在寻找暗物质粒子衰变时产生的光信号，另一些实验则寻找暗物质与电子的相互作用，或者寻找轴子的特殊性质。轴子探测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ADMX 实验使用超导谐振枪来寻找轴子，试图探测到轴子转化为微波光子的微弱信号。这个实验已经达到或接近了理论预测的轴子参数空间。其次，让我们看向太空。普朗克卫星已经完成了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最精确测量，但新的任务正在规划中。一些未来的卫星任务将测量 CMB 的偏振信息，寻找原初引力波的痕迹。这是宇宙极早期暴胀过程的直接证据。如果原初引力波被探测到，它可能携带着关于暗物质的深层信息。星系巡天的规模也在急剧扩大。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CA 正在建设中，它将绘制宇宙中最详细的氢气分布图。这些数据将帮助我们更精确地限制暗物质在星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引力波天文学
是一个全新的窗口。2015年，LIGO 探测器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由2个黑洞并合产生的时空涟漪。从那时起，引力波天文学迅速发展，打开了观测宇宙的全新维度。引力波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暗物质？一种可能性是，通过引力波的波形特征，我们可以了解到并合天体的质量分布。如果暗物质在双黑洞系统中扮演某种角色，引力波信号可能会显示微妙的异常。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暗物质能够形成暗物质晕，这些晕可能影响恒星的演化路径，从而影响最终产生引力波的双星系统。量子传感技术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量子传感器利用量子力学的奇特性质，如叠加态和纠缠，来达到远超经典传感器的灵敏度。未来，基于量子技术的探测器可能会探测到目前无法触及的暗物质信号。人工智能正在革新数据处理的方式，暗物质探测产生海量的数据，来自地下探测器的微弱信号，来自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来自引力波探测器的波形记录。机器学习算法正在帮助科学家在这些数据中发现微弱的模式，识别可能的暗物质信号。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突破可能来自我们尚未想到的方向。科学最迷人的特质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在寻找一个东西时，意外发现了另一个东西。X 射线的发现，青霉素的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都是这样。暗物质之谜的答案，也许会以一种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也许它不是任何现有理论预测的粒子，而是某种全新的存在。也许它根本不是物质，而是时空本身的某种属性。正是这种未知，让科学探索充满了魅力。星辰大海中的幽灵，暗物质与文明的终极命运。在宏观尺度上审视，暗物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把视野扩展到宇宙的终极尺度，思考暗物质如何塑造星系，影响恒星演化，以及它最终可能决定宇宙的命运。没有暗物质，就没有太阳系。这个断言看似惊人，但它是基于严格的物理学推理。宇宙结构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大爆炸后的微小涨落开始，逐步演化出今天我们所见的复杂宇宙。在这个过程中，暗物质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引力作用下，暗物质率先聚集，形成引力井。普通物质，主要由氢和氦组成的气体，随后落入这些引力井中，在密度足够高的地方点燃核聚变，形成第一批恒星和星系。如果没有暗物质提供的引力骨架，普通物质的密度涨落在138亿年内，增长得不够快，无法形成今天所见的星系和星系团。我们所知的宇宙结构，包括我们的银河系和太阳系，根本不会出现。换句话说，我们是暗物质的遗产。我们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曾经是暗物质导演的宇宙大戏中的配角。暗物质对恒星和星系的长期演化也有深远影响。在星系的中心，通常存在着超大质量黑洞，
质量从数百万到数十亿太阳质量的巨型黑洞。我们的银河系中心有一个名为人马座 A 的超大质量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400万倍。暗物质如何影响这些黑洞的生长？一个有趣的理论是，暗物质的燃料在星系中心，暗物质密度很高。如果暗物质粒子能够相互湮灭或衰减，它们可能会为黑洞提供额外的能量来源。这个过程可能加速黑洞的生长，影响星系的演化。另一个效应涉及星系的并合。当两个星系相互靠近并最终碰撞时，它们的暗物质晕会相互作用。重子物质，主要是气体，会在碰撞中加热、压缩，形成新的恒星。但暗物质晕会相互穿插，不受这种碰撞的影响。这种差异可能在星系的形态演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让我们把视野推向终极，数十亿年、数百亿年后，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考虑到暗能量推动宇宙加速膨胀，一切结构最终将被撕裂。这个过程被称为大撕裂。当暗能量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的强度足够大时，它将不仅推动宇宙的膨胀，还会撕裂宇宙中的结构。首先是星系团之间的空间开始加速膨胀，然后是星系之间的距离开始拉大，接着是恒星之间的空间开始膨胀，最后甚至原子核也会被撕裂。当大撕裂发生时，暗物质构成的宇宙脚手架也将失去意义。那些维系着星系结构的看不见的引力网络将在永恒的膨胀中消散。这就是宇宙的终极命运，一个大冻结的时代。所有的物质将被分散到无穷远的距离，所有的能量将被稀释到接近绝对零度。宇宙将变得寒冷、黑暗、永恒膨胀。在这个尺度上，暗物质的存在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但让我们在这个令人敬畏的前景面前稍作停顿。正是暗物质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存在。暗物质在宇宙早期形成的引力井，普通物质落入其中，点燃恒星，形成星系，最终演化成行星和生命。在138亿年的宇宙历史中，智慧生命出现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有机会追问宇宙的奥秘。这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是宇宙问询自身的方式，我们是暗物质的遗产，是138亿年演化的产物，是宇宙理解自己的一面镜子。当我们凝视夜空，看到银河系密集的星光时，我们应该记住，那些星光只是宇宙的表面，在它们背后是看不见的暗物质海洋。它像一张巨大的网，维系着整个宇宙的结构。这是一个令人谦卑的认知，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认知。我们有幸成为能够追问这些问题的智慧生命。回到最初的追问，暗物质到底存不存在？它到底在哪里？经过这漫长的旅程，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暗物质的存在是当代科学最稳健的结论之一。这不是一个轻率的声明。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基于多重独立的证据链条。星系旋转曲线告诉我们，银河系边缘的恒星运动速度远超过可见物质引力所能束缚的范围。如果引力理论正确，
那么必定存在看不见的质量在维系着星系。引力透镜告诉我们，星系团的质量通过光线弯曲程度推算，至少是可见物质的5到10倍。这些看不见的质量虽然不可见，却用自己的引力弯曲着周围的时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告诉我们，宇宙的能量组成中有 27% 是暗物质。这个数字来自对 CMB 温度涨落的精确分析，与其他所有证据完全一致。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暗物质的引力骨架，星系和星系团根本无法在138亿年内形成。我们所见的宇宙网只能在暗物质的参与下才能解释。这4条独立的证据链条从不同的角度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暗物质必须存在。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暗物质究竟是什么，这是当代科学最深刻的无知之一。我们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粒子，不知道它的具体性质，不知道它的起源，不知道它是否还存在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全新形式。数十年的搜寻尚未给出确凿的答案。WIMP、轴子、原始黑洞，每一种候选者都尚未被捕获。我们甚至不确定暗物质是否是一种粒子，还是时空本身的某种属性。这是科学的常态，还是一个即将被打破的僵局？无论答案何时到来，暗物质之谜的最终解答可能将我们引向对物质、空间，甚至实在本质的全新理解。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质量和时空的关系，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世界的规律，但这两者尚未统一。暗物质可能是连接这2个伟大理论的桥梁，也可能是揭示更深层物理的钥匙。正是这种无知中蕴藏着科学最深的魅力。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我们曾经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时，我们谦卑地认识到宇宙比想象中更加广阔。但即使在哥白尼之后，我们仍然相信宇宙中的物质，那些发光的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是宇宙的主要成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错了。85% 的宇宙是不可见的。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地球、太阳、银河系的1000亿颗恒星，只是宇宙的 5%。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存在。他们用引力书写着自己的存在感，却从不与我们的光子发生相互作用。这是一个令人谦卑的时刻，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站在一个巨大谜题的边缘，这个谜题已经困扰了科学家近100年，但它从未如此接近被解决。新的探测器正在建造，新的理论正在发展，新的技术正在革新。每一天，我们都在缩小可能的范围，每一次实验，我们都在接近答案。也许答案就在明天，也许它需要我们尚未发明的技术，尚未想到的理论，也许它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奇异。但无论答案是什么，这个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智慧最壮丽的冒险。当我们仰望夜空时，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正在用智慧的眼睛穿透宇宙的黑暗，追问那些最深刻的问题。
我们正在成为宇宙理解自己的方式。暗物质是一个幽灵，一个引力幽灵，一个宇宙的幽灵，但正是这个幽灵，让我们成为了解它的人。在宇宙的黑暗中，这个幽灵在沉睡，它不发光，不吸收光，也不反射任何辐射，它只是安静地存在着，用引力书写着自己的存在感。而我们正在聆听它的低语。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真正理解它，也许那一天，我们会发现，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奇异，也更美丽。这就是科学的馈赠，它让我们意识到，未知不是恐惧的来源，而是探索的动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有幸成为能够追问这些问题的智慧生命，让我们珍惜这份特权，带着好奇和谦卑，继续追问宇宙的奥秘。晚安。